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余茂春。委內瑞拉尼古拉斯·馬杜羅總統的垮台，再次向世界發出強有力的提醒：中國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行動，並不僅限於台灣海峽、南海或印太貿易航線。中國的戰略設計是全球性的，手段上則是機會主義的。在這套戰略中，拉丁美洲充當了戰略平台和戰略牽制的角色，特別是古巴和委內瑞拉。這是一個用於情報、宣傳和影響力行動的前進作戰區，目的在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，同時使中國共產黨免於他最害怕的事，也就是由全球反抗中國侵略和平演變，或者是國內政治失敗所引發的政權不穩定。從經濟角度而言，拉丁美洲為北京提供了其所需的資源、資本投資機會以及基礎設施開發的空間，進而以債務依賴和政治槓桿將各國與中國捆綁在一起。北京更深層的戰略首要目標在於利用該地區來緩解、削弱並最終取代美國在其維與西半球的影響力。其手段相当明確，中國利用資本來取代或邊緣化由西方主導的機構，例如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。它推動以中國為中心的整合方案，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國家共同體，簡稱拉共體，和中國拉共體論壇，打造一套區域架構，使北京成为召集者，而華盛頓充其量只是一個遙遠的局外人。中國透過支持反美的流氓政權發動政治和宣傳戰，首推古巴與委內瑞拉，將他們打造為意識形態和行動的前哨站。古巴是一項長期情報戰的前線基地。近30年來，中國一直利用古巴進行監聽和軍事訓練。據報道，美國情報機構早在2001年就已察覺中國在那裡的行動。蘇聯解體後，卡斯楚政權失去了靠山，北京趁勢而入，將古巴轉變為反美的前線基地。北京與哈瓦那簽署了一系列協議，有些是公開的，有些是秘密的，目的在為古巴更新已過時的蘇聯時代武器和電信設備。這並非象徵性的團結，而是為敵對任務所搭建的基礎設施。該任務的後勤運作同樣的耐人尋味。中國的武器和設備被偽裝成商業貨物運送，主要由中國航運巨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，簡稱中遠海運承運。這些運輸在2001年4月後急劇增加。當時，一架美國偵察機與一架中國攔截機在海南附近發生碰撞。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隨後訪問古巴期間，利用這起事件達成了新的間諜協議。這條秘密管道在2015年3月戲劇性的曝光。哥倫比亞海關攔截了一艘駛往古巴的2.8萬噸中遠海運貨輪，發現一批未申報的中國武器，99枚火箭彈，3000枚炮彈，100噸軍用級炸藥和260萬個雷管。這些具由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制造並隱藏在申報的商品之下。這不是例行貿易，而是秘密軍事化。中共的目標很明確，他從古巴進行的竊聽活動焦點鎖定在佛羅里達州，一個美國軍事指揮訓練和太空能源級的樞紐，包括美國10大聯合作戰司令部中的3個：中央司令部、特種作戰司令部、南方司令部、海軍第4艦隊主要的海軍航空和飛行員訓練基地，以及数十條美國空軍基地，還有頂尖的太空研究和發射設施都在監控範圍內，攔截這些節點之間的通訊，可以讓北京深入了解美國如何訓練、協調和規劃全球衝突。這對一個正準備發動全球反擊的政權來說，具有巨大的情報價值。在此框架下，古巴不再是冷戰懷舊的遺跡，而是距美國本土僅90英里的中國監聽站和行動基地，直接瞄準美國的全球運作能力。委內瑞拉則扮演更為公開的侵略性角色，那是一個反美的政治矛頭和潛在的衝突引爆點，目的在消耗美國的注意力。2023年12月2日，即門羅主義宣言發表200周年之際，馬杜羅戲劇性地宣布了他入侵蓋亞那的計劃。此舉被視為一種戰略牽制，意在分散美國對中國在西太平洋及其他地區侵略行為的關注。與此同時，北京深化了軍事和安全關係，向委內瑞拉提供戰鬥機和導彈，在委內瑞拉的叢林和城市進行軍事訓練和聯合演習，向該區域各國銷售武器和戰爭裝備，針對貿易和技術機密進行情報工作，並施壓控制
如巴拿馬運河等咽喉要道，同時培養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作為地峽路線的替代方案。綜合而言，古巴和委內瑞拉構成同一設計的兩大支柱，古巴是間諜和軍事節點，委內瑞拉則是政治軍事的破壞者，兩者都在一個更宏觀的架構內運作，透過經濟依賴、制度替代、聯盟建立和安全合作，企圖將美國從中共政權主要競爭對手的地位上連根拔起。然而，北京的做法建立在一個危險的誤判之上，中共將門羅主義視為美國退縮的宣言，一種向內聚焦的西半球之念，以為透過在里奧格蘭德河以南擴張就能抵消美國影響力。門羅主義從來不是孤立主義，其核心是美國世界主義的體現，是一種面向世界的承諾。核心精神在防止舊世界的惡勢力，如歐洲殖民主義、中世紀君主制以及後來的共產主義，在新世界扎根，從而使一個自由獨立半球能夠為全球和平與民主做出貢獻。美國從未滿足於僅僅作為一個半球強權，它現在是、過去是、未來也將持續是一個全球強權，因為它的安全和理想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視野。在此，北京正在重蹈日本帝国在珍珠港事件前致命的誤判，以為美國會接受侵略者的勢力範圍並退讓。日本曾幻想美國會容忍大東亞共榮圈，中共同樣假設，只要在拉丁美洲站穩腳跟，透過拉共體平台，以資本取代西方機構，在古巴建立竊聽基地，並借委內瑞拉進行代理式破壞，美國就會遷就、猶豫或在全球責任面前退縮。這種假設不僅是錯誤的，在戰略上更是魯莽的。充分認知自身角色的美國，不會接受在其半球內存在敵對設施作為和平的代價，也不會因為北京玩弄聲東擊西的把戲，而放棄全球領導地位。因此，中國的拉丁美洲戰略並非一個奇特的支線劇情，它是中共全球競爭的前線組合，將各經濟體與北京綁定，削弱美國的影響力，並利用流氓政權，特別是古巴和委內瑞拉，作為情報、軍事合作、宣傳和危機操縱的平台。如果中共以為這將會使美國陷於防禦窘境，那他就誤解了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使命。